狐假虎威。话说从前，在一片幽深静谧的深山老林里，住着一只威风凛凛的吊睛白额猛虎，它可是这方圆百里当之无愧的百兽之王。这老虎身形极为雄壮，全身肌肉奔张，力量大得惊人。它仰天长啸一声，庞佛能让整个山林都为之颤抖，就连树上的叶子也会簌簌地掉下来。山林中的群兽只要听到它的吼声，无不吓得魂飞魄散，四处逃窜。这天，老虎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，它在山林中四处寻觅，急切地寻找食物。当它穿过一片茂密的矮灌木丛时，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只狐狸。这狐狸竖住那蓬松柔软，如同一团云朵般的大尾巴，正从一块巨大的岩石后面大摇大摆地走出来。那模样庞佛，这山林就是他的领地。老虎见此情景，心中顿时一阵狂喜，暗自盘算道：这可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！这送上门的美餐来的可太容易了。只见老虎腰身猛地一伏，就像一张蓄势待发的强弓，随后后腿用力一蹬，只听咻的一声，它如同一道黄色的闪电般迅猛地扑了过去。瞬间，那只狐狸就被它牢牢地按在了爪子之下。狐狸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魂都快没了，它的眼睛咕噜地转了好几圈，心里清楚自己根本不是老虎的对手。如果现在挣扎反抗，那肯定眨眼间就会成为老虎口中的食物。于是他强忍住内心的极度恐惧，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，不但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慌，反而把脖子一梗，两只小眼睛瞪得溜圆，冲着老虎大声喝道：大的，你好大的胆，竟敢对我如此无礼！老虎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喝给弄懵了，按在狐狸身上的爪子也不由得松了一松。他在这片山林中纵横半生，还从来没有哪个野兽敢在他面前如此嚣张放肆。他低下头，仔细打量着爪子下的狐狸，只见他虽然个头不大，但神情却十分倨傲，浑身下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怪异。狐狸见老虎愣住，知道自己这冒险的一招起作用，他趁机挣扎住站了起来，抖了抖身上凌乱的灰毛，用一种教训人的口吻说道：你可知道我是谁？我乃是奉了天地的旨意，下凡来做这山林之中百兽之长的。今天要是违抗我的旨意，那就是违抗天地，天地可是容不得半点冒犯。不得半点冒犯。老虎听了狐狸这番话，心里半信半疑，泛起了嘀咕。他看住狐狸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，再看看自己这双沾满鲜血的爪子，一时间竟拿不定主意。他心想，若说狐狸说的是假话，可他怎么敢如此理直气壮呢？若说他说的是真话，那天帝怎么会挑这么瘦小的家伙来当首领呢？狐狸何等机灵，一眼就看穿了老虎的心思。他把那尾巴翘得更高了，向前迈了2步，反而离老虎更近一些，用一种轻蔑的语气说道：怎么，看你这眼神，莫非是不信我话？也罢，你要是不信，那验证起来也容易的很。你只管跟在我后面，往这山林深处走一趟，到你这里有哪一趟眼睛不会见？老虎心想，这倒也是个办法，是真是假，一试便知。要是狐狸骗他，到时候再吃他也不迟，总比贸然得罪了天地要好。于是他点了点头，闷声说道：好，你在前头带路，我便随你去看看。要是有一只野兽不怕你，可就别怪我牙齿不留情面。狐狸心中暗喜，但脸上却不动声色，依旧大摇大摆地迈开步子，朝着林子深处走去。老虎则亦步亦趋地紧紧跟在他身后，一双如铜铃般的大眼睛警戒地扫视住四周，时刻防备住可能出现的危险。不一会儿，他们来到了山涧边的一片绿荫的草地上，几只正在低头悠闲吃草的麋鹿最先察觉到了动静，他们缓缓抬起头，先是看到了那只昂首挺胸、趾高气扬的狐狸，心中正感到够意。然而紧接住，他们便看到了狐狸身后那只庞然大物，那只威风凛凛、令人胆寒的猛虎。一时间，麋鹿们吓得魂飞魄散，
哪里还顾得上仔细查看？只听他们齐声发出一声惊恐的喊叫，然后撒开四蹄，没命的往树林里狂奔而去。再往前走，经过一片茂密的灌木丛时，惊起了一只野兔和一只山鸡。他们同样是先看见了狐狸，然后便望见了狐狸身后那张可怕的斑斓面孔。野兔吓得后腿一软，差点瘫倒在地，随后一头扎进了荆棘丛中，也顾不上荆棘刺得浑身生疼。山鸡更是嘎的一声惊恐尖叫，扑棱住翅膀，连飞带滚的逃下了山坡。狐狸一路走着，所到之处，无论是天上飞的禽鸟，还是地上跑的野兽，无不望风而逃，一个个惊慌失措。狐狸看到这情景，步伐迈得愈发从容自信，头颅也昂得更高了，仿佛他真的就是这山林的主宰。老虎跟在后面，将这一切真真切切地看在了眼里。他心想，这些野兽果然见了狐狸就吓得这模样，看来狐狸说的话竟是真的。这狐狸虽然个子小，但还真动不得。想到这里，老虎心中对这小小的狐狸竟生出了几分忌惮之意。待走到林子的尽头，狐狸停了下来，转过身，似笑非笑地看住老虎，说道：如何？你可都看清了？这满山林的野兽，有哪一个不怕我的？老虎连忙将头低了低，收敛起先前那股凶狠霸道的气势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看清了，看清了，你在下有眼无珠，冒犯了使者，还望您恕罪。说完便夹着尾巴灰溜溜的转身，头也不回的钻进了密林深处。狐狸站在原地，望着老虎那消失在林间的背影，直到完全看不见了，这才长舒了一口气。他原本挺直的脊背一下子就垮了下来，只觉得四肢发软，几乎站不稳脚跟。他慌忙找了块石头靠了上去，心里还在咚咚的跳个不停。回想方才那一幕，当真是他从未经历过的凶险。而另一边，老虎一路狂奔回自己的巢穴，心中还在暗自庆幸，幸亏自己谨慎，没有鲁莽行事，否则就要闯下大祸了。从此往后，这只曾经威震山林的老虎再也没敢打那只狐狸的主意，每次远远望见那蓬松的大尾巴，便赶紧绕路走开。可怜这只老虎，直到死去也没弄明白，那些野兽们怕的究竟是走在前面的那只狐狸，还是他自己身上那张威风的斑斓虎皮。